很多人就说不要挑衅，干嘛去激怒这个中共呢？那台湾只要我们讲大家相忍啊，或者是有时候甚至有人说，其实一国两制也没有不好啊，我们就还是可以安居乐业，它还是可以保有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我们甚至搞不好回复到整个大中国里面，哇，你看它的经济多好，我们还有一些红利可以来共享啊等等。有些人就会觉得有这种我们看起来真的有一点投降派的这些言论，就我们看起来一个九二共识来作为保命符，跟另外一个我们认为稍微求和求好、姿态放软，就可以获得中共对我们的这些友善跟友好。老师，您觉得这真的就是可以解决台湾的问题吗？我举一个比喻啊，台湾和中共的关系啊，可以讲啊，中共有点像台湾的索命鬼，就要台湾命的一个鬼。那美国是什么呢？美国是台湾的保护伞。那么在这个基本背景下，如果台湾的选择是说我弃伞投鬼，就是说我要把保护伞放弃，然后我去投靠那个索命鬼，要你命的鬼，那是什么？那是找死。那如果说台湾是靠伞斗鬼，就你依靠保护伞和鬼斗，那台湾才是求生。我看到差不多3年前了，风传媒有一篇文章，这样标题叫做“向中共投降，最惨绝对是军公教，回顾70年前血腥过往，他们不是被处决虐杀，就是被关到死”。那这个文章除了提到在中国的前国军、国民政府的人员有大批被中共镇压呢，还谈到在朝鲜战场被俘的几万中共士兵当中，有一半是国军官兵。那么这些原来的国军官兵，那么这些人在韩国的俘虏营呢，很多人选择回到台湾来。那我想这里边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在台湾战场上在朝鲜战场上缴动活下来的前国军官兵，到了台湾以后，生活都比较安定，可能今天还有人健在。那反过来，共军官兵就还不是前国军官兵，原来就是共军的官兵，他从俘虏营回到中国以后，一般都被视为叛徒，被关到集中营，大量人以后活得非常惨的。我记得80年代中国出了一本书，介绍这些朝鲜战场被俘的共军官兵回国以后结局如何悲惨。我讲的是共军官兵哦，不是前国军官兵啊。这本书我当时还买过。那中共对解放军自己官兵的当了俘虏都这样残酷，那些从朝鲜战俘营到台湾投奔自由的前国军士兵，当时他们其实不知道的。但是如果他们选择回中国，具体会有什么下场，最后是历史证明了的。投奔自由，也就是投奔个人的解放；投奔中共，相当于投奔绝望。那一般的想象呢，会说台湾投降中共以后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遭到中共全面残酷的政治迫害。这个其实还只是中共开始统治台湾时候的举动。接下来我想说的是，还有更危险的局面。那就是说，如果台湾投降中共，很快就会面临一场战争。那台湾有人说我们为了逃避战争是不和中共打仗吗？对不起，你逃避和中共打仗，你就为了中共就逃不掉，为了中共和美军、日军打仗。那样的话，台湾投降中共的结果，最终就不是投降避战，而是相反，变了以降招战。什么意思？就是投降会招来更长期、更剧烈的战争。前面我提到过，日本现在已经在考虑要获取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就是要主动出击，攻击中共。那如果台湾不投降，中共发动对外战争的基地就在中国。那台湾要是投降了呢？那中共发动对外战争的基地在哪里了？改到台湾来了。那个时候，日本要打击威胁日本的中共基地，目标是哪里？变成台湾了。那这种状况一旦发生，那对美军也是一样的，就意味着说，台湾的如果投降，就把目前台湾的盟友和保护伞变成台湾的敌人，而台湾投降派想投靠的中共，实际上呢是把台湾当作对外战争的垫脚石。
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我说是一场更长期、更剧烈的战争？就是说，中共一天不在对外战争中垮台，台湾的流血和苦难就一天不会结束。这和台湾当年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结局是一样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台湾被共军裹挟，那么台湾人就不得不在共军的枪口下，为了共军去和美军和日军作战，彻底充当共军的炮灰了。比方说，如果要就近攻打冲绳，那台湾肯定是出发基地；中共要是攻打关岛，台湾还是出发基地；中共要攻打菲律宾，仍然是从台湾出发。那么更重要就是说，共军一旦占领台湾，哪里还有什么红利给台湾人享？共军要使用的是以战养战的统治策略，这日本人当年用过，就是用台湾的经济资源来支撑中共的对外战争。那么这种情况下，首先危及的是台湾的南丁，那可能会比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据当局当时行的那个动员更严厉，可能会强行正派，迫使台湾的男青年上阵为中共卖命，那打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最后呢是造成千家万户一路哭的后果。那其次就是中共会为了搜刮资源，要在台湾实行战时经济，把民众的生活水准降到最低限度。我们如果了解太平洋战争后期，那日本本土的经济状况还不如台湾。那个时候是要把所有用来支撑共军战力的经济资源，从外汇到私人财产到稻米，都用到打仗去。这第二方面。第三就是中共会不会联系台湾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么共军从台湾出动去作战，美军就不得不打击共军在台湾的基地。这样的话，共军是把战火引到台湾的土地上。那对这个卑鄙冷酷的中共来讲，他把前进基地选在台湾，他是可以减轻大陆遭到的空袭破坏的。但是这样的空袭破坏被中共转移到台湾来了，也是可以说是要向中共投降的这些人把战争招到了台湾。一句话，投降中共，台湾的各个阶层、各个县市都可能被战争的火海所祸害。所以如果谁以为一句血浓于水的空话就会让共军放弃用台敌美这样险恶用心，这个人恐怕不是傻就是别有用心。那个时候不分省级，也不管你讲不讲带北京味儿国语，或者是不是在中国有生意，你都逃脱不了共军枪口下的无情驱使。我记得当年共军和国军作战的时候，大量使用民众去当炮灰，为共军在国军阵地前面开路，去挡子弹、踩地雷。这些民众可是用自己种的粮食养活共军的，然后共军把他们派来踩地雷。有这种夺取政权经历的中共，他会不懂得把当年对付国军的办法用到台湾来，同样让台湾民众做炮灰，减轻共军的阵亡人数？他会做的。所以台湾的出路不是投降，而是备战防降。所谓备战，就是尽力阻止中共对台湾的攻击；所谓防降，是防止少数投降势力对台湾的安全的动摇和破坏。